你小时候有因为骂脏话被大人指责过吗？一直以来我们好像都被教导说骂脏话 bad， 但居然呢有研究指出骂脏话其实有不少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骂脏话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世界各地的语言里面呢，几乎都有脏话的存在，可以说骂脏话几乎是全球的共同现象了。而且脏话的使用频率高到很多人就算不会讲一个语言，可能也多少听过那个语言的脏话。比如说呢，有在看韩剧、港剧、美剧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像是顶你个肺 fuck。那台湾人爱讲脏话的程度也是不遑多让，从简洁有力的一字脏话到三字经的国骂和各种问候对方家人的话，在台湾人的生活日常当中，应该也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这是台湾史上票房最高的国片，开头第一句台词就是脏话。我知道你骂台北。到底人为什么那么爱讲脏话？各种语言当中又有哪些特殊的脏话？那讲脏话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虽然大部分的人呢，可能都对于脏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其实脏话并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多数的字典呢，都只是笼统的把脏话定义为粗俗啊、能登大雅之等的字词，而有些学者呢，则会把脏话的本质定义为越界，有冒犯、亵渎的特质。但纵观世界各地常见的脏话，也往往是由社会禁忌或羞辱性的词汇来构成的。比如呢，用性啊、宗教、种族、身份这类的禁忌，或是排泄物这类被排斥的元素，来贬低他人的人格或者是能力，又或者是去诅咒别人。此外呢，比较流行的脏话，大部分呢会有重音，念起来比较力道。比如说是台湾的干、靠，就都是四声，英文里面的 fuck、shit 也都是洪亮的短音节。不过有学者指出，很多时候一句话到底脏不脏，也要从社会文化、说话者的身份、当下的情境脉络去综合判断。比如说呢，在比较含蓄的日文里面用バカ骂人呢，可能就算是讲脏话了。但其实日本情侣打情骂俏时呢，也可能会互称对方バカ，就类似小傻瓜的这种概念只是一个亲昵的称呼。另外呢，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呢，朋友之间打闹时，可能也会开玩笑叫别人猪头。虽然不礼貌呢，但通常不会被当作是在骂脏话。但是在伊斯兰文化里面，猪是不洁的象征，所以如果是在穆斯林社群当中呢，就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侮辱。那话说回来，世界各地到底还有哪些不同的脏话？这么丰富的脏话又是怎么来的呢？在多数语言里面，脏话历史都很悠久，而随着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地的脏话也各有特色。以中文来说，有历史学家指出，早在《史记》上面就有脏话了。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呢，跟出名的脏话家，常常自居乃公，也就是呢现在在说的拎北。有分析认为由于华人社会很重视这个长幼辈分，所以像是拎北啊、拎咒骂这类的辈分型脏话非常的普遍。此外呢，还有各种问候别人祖宗八代的脏话，因为这样子骂呢，侮辱性会比骂本人还要大。而至于欧洲，则因为长久的这个基督教信仰跟文化所以在多数的欧洲语言当中，主流的脏话类型跟宗教有关。不过荷兰文呢，算是一个例外。那虽然荷兰呢也有宗教脏话，但更流行疾病型脏话，像是这个霍乱患者啊、结核病患者，都是骂人的脏话，意思有点类似于混蛋。而最普遍有最多变形的则是癌症，甚至常用到有缩写比如说像是 KKR 呢，就是这个荷兰文癌症的缩写。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跟16世纪的克尔文教派的流行有关。这个教派主张人会上天堂或下地狱，早在他出生前就注定好了，所以比起 go to hell 呢，直接诅咒别人在活着的时候就会生病，可能更有力道。那虽然各地都有自己特色的脏话不过呢，也有一些类型的脏话在各个语言文化当中都很常见，比如跟性有关脏话。学者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性在多数的文化当中都是比较禁忌的话题，所以这种平常不能够讲的内容更可能被拿来当作是素材。而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脏话之外呢，随着时间推进脏话字库也会不断的更新。比如支那这个被许多中国人视为这个辱入词呢，就是在近代才变成脏话的。
支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梵文，起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没有什么贬义。就连唐玄宗的诗里面呢也有写到过，而英文的 China 也是从这个词来的。但是因为二战前后，日本人呢都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在日本侵略当下，当时中国人就开始对于支那非常的反感。蒋介石呢还因此在二战之后特别要求日本全面的禁止使用支那这个词。那在新增词汇之外呢，在各个语言里面还有很多脏话的使用都变得越来越日常。很多时候，人们讲这些脏话只是当作语助词形容词来使用，甚至也很常用来表达正面的意义。比如台湾人可能会说干这个超好吃，而荷兰文当中呢有癌症级美味的这样的说法。此外呢，很多脏话也因为呢要躲避审查，或者是为了要文雅温和一点点，而发展出比较含蓄的说法。比如说像是干草泥马，或是 what the fork， 就都是看不出脏字的这个版本的脏话。可以说，人们呢真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呢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能够讲上一两句脏话。但到底为什么人类会那么爱讲脏话？也就指出，人类会爱讲脏话，可能是因为脏话具有不少实际的功能。首先是释放情绪，著有脏话文化史的学者魏金利呢，他就指出骂可以让人产生快感，并且帮助疏导情绪。比如不小心打破碗盘时呢，大骂一句脏话，可以疏解突然暴增的负面情绪，平复心情。也有精神分析学者表示，人类潜意识里面会有很多非理性的冲动，因此社会上面形成了各种规范来约束这些冲动，而脏话呢，只是对于这些规范的冲撞，是一种本能的发泄。而透过这种语言上面的释放，也可以帮助人们避免采取肢体暴力。那除了发泄以外也有理论呢，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指出，脏话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因为讲脏话呢，可以向对方表达愤怒的情绪，传达危险的讯号，就像动物会用吼叫来吓阻敌人一样。最后有研究则是认为，脏话最大的吸引力可能是它的社交功能，因为讲脏话有的时候可以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跟共鸣，也是一种建立认同跟凝聚力的手段。比如呢，跟朋友私下相处的时候讲脏话，可能可以缩短距离感，让人更容易的融入团体。有调查就指出，青少年常骂脏话，就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是需要同侪认同最关键的时期，而讲久了习惯了之后呢，也就更难戒掉了。那除了这些功能之外，最近还有研究发现，讲脏话其实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2010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一项研究发现，骂脏话可以减轻人们的痛感，并且提升忍耐力。在实验当中呢，受试者被分成2组，其中一组呢可以尽情的骂脏话，另外一组呢则完全不能够骂脏话。然后研究人员呢请他们把手放在冰水里面，看他们可以撑多久。就发现骂脏话组感受到的痛苦比不骂脏话组更低，而且呢，他们把手放在水中的平均时间还比另外一组整整多了40秒。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骂脏话可以影响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如果在2侧握力的时候骂脏话呢，平均可以多 2.5 公斤的力量。只是如果一个人太常骂脏话，以至于这个身体习惯了的话呢，就没有这种 buff 加成了。但是尽管脏话有许多的功能跟好处，但它之所以被视为不入流、有问题的语言，也是因为它确实有很多的坏处跟争议。对个人来说，骂脏话除了观感问题之外，比较直接的坏处是可能会触犯这公然侮辱罪。在台湾有很多呢因为骂脏话而被判刑跟判赔的案例。此外呢，也有人认为脏话会影响我们的表达能力，尤其是还在学习的青少年，因为呢语言的使用会形塑思考，所以如果面对各种情绪状况都用脏话来回应，久而久之他们可能就会降低他们学习的词汇，丰富思考的机会。那就社会层面来说，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则认为，脏话呢最大的问题是歧视跟压迫。分析指出，以台湾常见的脏话来说，多半都含有对于女性的歧视跟压迫，还有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像是棒屌等等指涉男性的脏话，多半具有正面的意涵，但指涉女性的脏话却多半具有负面的意涵。比如像是鸡掰呢，就是源自于台语的阴道。此外，国骂三字经跟其他类似的脏话呢，就字面意义上面来看呢，也是直接以侵犯女性为前提所构成的。语言学分析指出，这种脏话构造呢，隐含着父权思想当中把女性视作可以被支配和压迫的对象，而即使呢只是一个没有指涉对象的一个字干，也隐含了用性侵犯的行为去羞辱展示对方的意思。而且除了性别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脏话涉及到了对于特定的种族弱势族群的歧视，比如说像是智障或者喜憨儿，本来只是对于疾病的描述，但后来呢却被用来当作是贬低人的脏话，这背后传达出的也是一种认为身心障碍者低人一等的歧视形态。那有心理学者就指出，由于语言呢会影响形塑人们的思想，所以当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大量的使用这些脏话，便很容易在潜移默化当中加深歧视还有刻板的印象，助长对于特定族群的压迫。
对于该不该骂脏话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骂脏话很难听，会降低个人的素养；也有人认为很多的脏话里面还有歧视，所以讲这些脏话会打压、污名化特定的族群。但也有人呢，则是认为骂脏话是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说什么的权利。还有人认为脏话就只是一种工具罢了，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不需要政治正确过头。那么觉得现在很难单就讲脏话这件事情去评判对错。一方面呢，脏话的本质确实是冒犯，所以一定会有人听到觉得受伤或者是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冒犯是为了达成自我的保护、释放压力等等的功能。而且实际一点来说，脏话已经存在这么久，也是很多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了。包括我们团队呢，也有不少人偶尔在私底下呢，还是会讲个一两句。所以讲脏话的习惯跟文化也不太可能消失。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觉得那些关于脏话的问题跟争议不重要。我们觉得脏话就像其他的语言一样，背后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那总会有些词汇背后会承载着不合时宜、有问题的价值观。但同时呢，脏话也跟其他的语言一样，是会不断的更新形态跟内容，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觉得，比起讲或者是不讲脏话，更重要的或许是去意识到这脏话在讲什么，从而去判断选择自己要讲什么吧。好的，那最后就想来问大家，你平常会讲脏话吗？会，脏话呢是我的抒发管道，而且我觉得有些情绪跟意境只能够用脏话表达。B 完全不会，觉得很难听也没有必要，找其他词来表达就好了。C 偶尔呢还是会讲个一两句但会尽量呢不用我觉得有问题的脏话。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骂脏话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语言癌以及讲台语的讨论。那么今天的777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 Honey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你，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